朋友们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孟晚舟无疑是全球最受关注的新闻人物了。尽管加拿大那2名已经被中共审判定罪的人质呢，也在同一时间其实是登机离开了中国大陆，返回到加拿大，但是呢，各大媒体追踪的焦点呢，它仍然都是集中在孟晚舟的身上。当然，这个不是说因为孟晚舟她明明已经是半老徐娘、身材变形了，她仍然在坚持不懈地把在加拿大每次出庭露脸的机会搞成一个时装秀，对吧？她甚至还把这个时装秀坚持到了回国的专机上。事实上呢，孟晚舟她被要求要必须换穿的那条红裙子，也就是被大陆的官方媒体刻意报道的所谓的中国红裙子，已经都被网友给扒出来，就说这是属于纽约的知名时装品牌卡罗琳娜·海莱娜。在不打折的情况下，这条裙子它的标价是为$4038一条。那么这个就有点像大裤衩里面那些总是用好莱坞的战争电影镜头来冒充利害国党军威武的那个做法是一样的了，就它散发着浓浓的中共特色的味道。也就是说呢，孟晚舟她这出爱国秀呢，其实演得很不上心。操刀这台秀的总导演呢，也显得非常的不专业。因为呢，据说孟晚舟乘坐的这架国航 CA552的班机呢，是从9月6号起就已经中断了之前2天一飞的频率了，就没有了任何的飞行记录。也就是说，在专心等待着孟晚舟要配合这场演出的。那么在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啊，中宣部他都没有说想到给孟晚舟准备一条党国自产的红裙子，结果呢，导致孟晚舟不得不用地道的美国红来临时冒充一下中国红，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这个其实它只是孟晚舟这次爱国秀的一个小小的尴尬之一了。孟晚舟之所以被国际传媒聚焦呢，其实是因为这场人质外交的本身，它带给国际社会的冲击。这个冲击呢，它必然会导致所有的国家重新审视和中共打交道的方式。那么在如此纤毫毕现的聚光灯的一个照射之下呀，孟晚舟的这个爱国秀，它就不可避免的会露出很多破绽、很多马脚来。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来聊一聊这个有意思的话题。孟晚舟的爱国秀呢，它的破绽呢，有个别呢是他自己造成的。比如说，他在深圳宝安机场慷慨激昂的念稿的时候呢，不小心呢就给习近平来了一次低级红。其他的更主要的呢，是属于一种硬伤，也就是说，他这个案子的性质以及他签署的那份协议的性质本身所造成的。这些硬伤呢，其实从大陆微信广为流传的一份中宣部的内部通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份通知呢，真假难辨，但是我们从内容上看啊，它的确是条条都触及到了孟晚舟的要害。这个通知啊，一共有4条，那个内容呢是这么说的：各宣传部门及网媒注意，第一，关于孟回国一事，要多从祖国强大、斗争胜利的角度进行报道，尽量不要提及他和华为的关系，尤其不要炒作他曾是华为高管之类。第二，2名家国人获释一事，全网不要进行报道。第三，各网站不要分析中美加3国所谓内幕交易，也不要再回顾孟当年被扣押的真实原因。第四，关于孟本人的国籍及其4个子女的国籍问题，以及当年是否违反计生政策之类，均不得炒作。尽管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通知它最初的来源是在哪里，但是呢，要鉴别它的真假其实也并不难。尤其大陆的朋友们啊，只需要关注一下现在官方各大媒体有关孟晚舟的报道是否是符合了这4条标准，就可以知道它的真假如何了。大家都知道啊，孟晚舟与华为的关系是举世皆知的，对吧？他在下飞机以后啊，站在红地毯上这么口沫横飞的念稿的时候呢，他都不可避免的来了这么一句，说作为一名奋斗的华为人，我以华为为傲。那么为什么中宣部都还要求要尽量的淡化他与华为的关系呢？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要说的孟晚舟这个爱国秀第一大尴尬，或者说是第一大破绽，也就是孟晚舟认错不认罪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其实有和大家有过讨论了，就是说孟晚舟她对着主持庭外调解程序的法官喊了那么一嗓子，说 not guilty 就是无罪。那么严格说，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法律意义。但是呢，他签署的这份协议中啊，他承认了被指控的那些欺诈行为都是事实，这个它却是有法律意义的。这个意义呢，在美国司法部公布的官方声明中是写的明明白白。美国司法部的官方声明呢，就引述美国代理检察官伯克曼的陈述，说孟晚舟的承认证实了政府在起诉这一金融欺诈案中的指控的核心。孟晚舟和他的华为员工同事参与了一项协同努力，就华为在伊朗的活动欺骗全球金融机构、美国政府和公众。这份声明呢，同时还引述了司法部刑事司助理总检察长叫做波莱特的他的说法。在提到孟晚舟承认这个协议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起诉团队准备继续对华为的审判。我们期待在法庭上证明我们对公司的指控。”大家看到吗？这个就是孟晚舟爱国秀的尴尬的所在了。美国下一步肯定是要用孟晚舟的证词来指证华为公司，包括任正非。那么这也就等于是孟晚舟呢，他做了一个污点证人，指证了华为和他爹，他才换来了自己的自由。如果说华为因此而遭到了更为严厉的制裁和打击，那么孟晚舟他就是最主要的推手了。这个当然会让孟晚舟的这个爱国形象彻底的反转，对吧？所以中共呢，他就是为了要避免这个被动，才会要求尽量的去淡化，甚至是切割他与华为的关系。那么第二大破绽尴尬之处呢，是孟晚舟他自己造成的。我们刚才有提到了，他在深圳机场练稿的时候呢，他特意提到说，习主席也把我的事情挂在心上。这个在任何普通人看来呢，这就是一个顺理成章拍个马屁嘛。但是颇为蹊跷的是呢，各大党媒在随后播出的孟晚舟讲话的这个视频中呢，都删除了这一句话，连新浪以此为标题所刊发的文字报道也都被删除掉了。那么为什么党媒他要去切割习近平与孟晚舟之间的关系呢？这背后呢，我觉得它存在两大因素。一个呢，就是孟晚舟他表面上呢，毕竟他只是一家私人企业的财务总监嘛，这么一个看上去是草民百姓，他居然要惊动习一尊啊，亲自出面来捞人，这个就无疑坐实了华为公司它其实是实属党企的这个身份。那么另外一大因素呢，是孟晚舟啊，他能够回到大陆，不仅仅说是因为他指证了华为，同时其实也是因为中共绑票了2个加拿大公民，并且呢和对这个美加两国进行了一次这种人质外交。那么这件事情，无论中共他在国内如何的去屏蔽啦，或者是如何的去歪曲报道了，但是他在国际社会引发的反响是极其恶劣的。说是习近平来亲自部署了营救孟晚舟，其实他就等于是说习近平亲自部署了去绑票勒索，这个对习近平的形象他无疑会是一记重创。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直接带出了孟晚舟爱国秀的第3大尴尬，也就是人质外交给孟晚舟的真实身份呢，它造成了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其实中共呢，从一开始绑架这个康明凯和斯帕福这2个加拿大公民的时候呢，就是以涉嫌间谍罪来抓人的。我们都知道啊，中共其实它完全有能力用任何一种罪名来进行构陷，像什么嫖娼啊、贩毒什么的都是不在话下的。那他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用间谍罪呢？其实这个答案要是说穿了呢，很简单，就是中共他自己知道孟晚舟的真实身份，他就是一个间谍。同时呢，他也是为了避免在将来交换的时候啊，被舆论指控为说你这是搞人质外交，所以呢，他才一定要以间谍罪来定罪2个加拿大人。
我们都知道啊，在冷战时期，美英与苏联之间啊，其实是有过多次的交换间谍的记录。可能很多朋友啊都有看过，就是汤姆·汉克斯主演的那部好莱坞的知名电影，叫做《间谍桥》的。它讲述的就是一次真实的间谍交换的故事。那么我们看到党媒《环球时报》在昨天啊，它有发布了独家的报道，说2位加拿大人呢都已经写了这个间谍罪的认罪书，是以取保候审的方式离开中国的。说如果呢他们有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呢，就可以继续恢复对他们的审判。这个显然是中共法律的一个超级笑话了，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吧？2个已经开庭审判的人，尤其这个斯帕福，他已经是被判刑了11年了，居然可以把这个法律程序倒回去取保候审。那么中共他玩这么一出首尾颠倒的戏码呢，其实他就是为了要与孟晚舟，他不是也有一个如果违反协议将会恢复对他的检控这条要求吗？就是二者要形成一种对等而已。中美之间呢，其实事实上就是处于冷战的状态，这一点大家彼此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呢，这一次孟晚舟与2个麦克来进行交换，站在国际社会的舆论来看呢，这是中共绑架了2名人质，然后来胁迫了美加2国。但是去中共呢，他是要以此来表示的，就是这是一次司空见惯的冷战式的间谍的交换，并非是黑帮式的人质绑票。华春莹他就说2个麦克的案子与孟晚舟的性质不同，其实呢只不过是此地无银欲盖弥彰的一贯的说辞罢了。当然，孟晚舟的国籍问题呢，它必然也会成为爱国秀的第4大尴尬之处，也是它的第4大破绽。众所周知，孟晚舟啊，他有7本护照，他既是中国大陆的居民，也是香港的公民，同时呢，还是拥有枫叶卡的加拿大永久居民。尽管大陆的媒体在过去啊，曾经有发表这种洗地的报道，说这个孟晚舟的枫叶卡在2009年就已经过期了等等。但是其实这只不过是玩弄偷换概念的一种手法，因为按照加拿大的法律啊，加拿大人他其实是包括了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这2个概念。其中呢，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资格啊，它不会说是因为枫叶卡过期而自动的丧失，而是只有在其本人正式的申请退出，或者是被移民局公开的宣布取消之后，他的这个身份资格才会丧失的。所以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孟晚舟他仍然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加拿大人。网络上不是在热传一句评论嘛，就说是一个加拿大人换了2个加拿大人。其实这句话呢，它并不是搞笑的段子，而是一个真相。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讨论一份法国国防部下属机构发表的重磅的报告。我们之所以说它是重磅的报告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分量很重磅，这份报告啊长达646页，历时2年，有经过了50多位专家的参与调查研究以后才出来的。那么更主要的是因为啊，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很重磅。这份报告呢，它从4个方面详细的梳理了中共政府近些年啊，它为了扩展影响力而部署的日趋深入而且广泛的一个全球的网络。那么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呢，该团队的总负责人是专门避开了在法国所有的亲共的学者呀、汉学家呀，还有研究机构以及政客等等。最后呢，是指定由法国军校战略研究学院的院长叫做尚杰维尔梅，以及情报和中国问题的专家叫做夏红的，他们俩来共同撰写这份报告。其实我们可能都知道，最近啊，在西方各国呢，陆陆续续的都有出台一些调查报告来警示中共的威胁。那么法国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呢，它比较引人注目的地方呢，我觉得它有2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调查组啊，在发表报告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地强调说，该报告揭露的是中共，不是中国。第二一点呢，就是这份报告认为，中共的扩张战略呢，它正在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从致力于博得世界的爱戴，
转为变得让世界感到惧怕。这个被称为是叫做马基雅维利时刻，也被称为是中共的俄罗斯化。所以我们要概括的来看呢，这份报告它主要呢，刚才提到了从4个方面揭露了中共实施海外影响力扩张的这个网络部署和它整个发展的轨迹。第一大部分，它就是总结了中共这一个庞大战略的理论构建。这些理论里面呢，它包括了大众比较熟悉的统一战线的那些东西，它也包括了近些年才开始流行的像心理战、舆论战和法律战等3战的这么一个理论。那么第2大部分呢，就是这个报告它有去挖掘了参与这个战略的主要的相关机构。其中呢，有包括了作为党政机关的像中宣部啊、统战部啊、国安部啊，它也包括了有军方的参与，尤其是报告是集中的曝光了中共军队位于福州的一个叫做311的基地，说这个基地就是中共发动3战的一个大本营。此外呢，还有一大批的像从建筑业到数字集权等等这些不同领域的一些国企或私企的参与等等。那么第3大部分呢，是这份报告它揭露了中共的行动方式，其中呢包括了如何去博得外国民众好感的一些手段，但是呢更多的是中共如何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与胁迫的行动。它的活动的领域是极为广泛，涉及到外交、经济、政治、教育、文化、智库、侨团，还有以及中共非常擅长的对媒体的操弄。在这个报告的第4部分中它是特别的以台湾、新加坡、瑞典以及加拿大这4个国家为例，以具体的实例来揭露了中共这一个庞大的网络它是如何运作的。同时呢，他还特别的介绍了这个系统在镇压香港2019年那个民间抗争运动期间，以及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各种各样的行动。由于这份报告它的内容繁多，我们今天呢先简要的选取大家相对比较陌生但是又很重要的信息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中共针对着海外侨民来进行了一次全球最大规模的跨国渗透以及跨国的镇压。根据相关的调查呢，全世界大约有4000至6000万的海外华人，遍布在全球大概是180多个国家，其中有超过80%的都已经是拿到了当地的公民身份。那么这些海外华人呢，因为他能够自由地获得大量未经中共审查的信息嘛，而且他们还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些信息都传回国内的亲友这些地方去，因而呢就被中共视为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了。他们也因此就理所当然成为大外宣的优先对付的对象。那么中共呢，它其实是有2个目的，第一呢是要控制这些人，不让他们威胁到党国的政权；第2呢是要利用这群人，诱导他们来维护中共自己的利益。那么在这方面呢，就是中共使用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利用了华人的血统这个观念。这个报告就提到说，中共过去呢，他会把海外华侨与大陆的国民是区分开来的。但是呢，当习近平决定要喊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以后呢，这个界限呢，它就变得模糊了。他的目的呢，就是用华人的血统来融合这种差异性很大的华人群体，要建立并且培养同属一国的这种感情。比如说，有一位在美国空军服役的华裔，他就曾经提到说，有一次他与一个中国军方的代表团在聚餐的时候，中方的团长，同时呢也是就是军方的一个高级将领呢，就来向他敬酒，然后呢就说了这么一段话，说记住，血浓于水，你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一定要明白，不论你在哪国服役，你首先是一个中国人。那么这起事件它就说明了中共针对他们感兴趣的统战目标进行利诱的首要工具，就是利用华人的血统以及中国传统中非常重视寻根的这种文化，然后呢，他再去混淆中国与中共的这种概念，就是利用这种手法来进行收买。
其次呢，对那些难以收买的对象，尤其是中共在大陆残酷镇压过的一些群体，比如说像西藏人、新疆人，还有法轮功的学员，还有包括台湾的意见人士民运人士包括在2019年以后移民的香港人，以及一些人权记者等等。那么中共则是实施了一场被人权组织描述为是全球最精心谋划、最广、最全面化的跨国镇压的行动。那么他怎么镇压的呢？在这个具体行动上无论这些人是什么国籍，中共他都一概的是以血统来论定的，也就是说，把他们视为自己理所当然可以管辖、可以去镇压、封杀的对象。中共呢，他们对这些群体就是进行监视、统计、渗透、长期的施压，还有以种种的方式加以恐吓骚扰还有利用其国内的家人来进行要挟等等，甚至是直接的就动手迫害了。根据自由之家在一个很小范围之内的统计，仅仅是2014年到2020年这个期间，它就至少已经发生了是214起明目张胆的跨国镇压的事件。更甚者呢，中共它还会逼迫当地政府对目标人物去进行逮捕，还有引渡等等。像这些手法呢，它在印度泰国、塞尔维亚还有马来西亚等等，至少是9个国家都已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例子。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比较重要的内容，是该报告呢，它对中共整个610系统的一个揭露。这个610办公室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有听说过了，它是江泽民时期设立的一个完全的法外机构，它是专职负责镇压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这么一个机构，而且现在它也延伸扩大到了，就它的职能是对所有的宗教教派都要进行镇压。那么根据该报告的初步的统计呢，说这个610办公室呢，它在国内外拥有至少是15000名成员，而且这些人都被授权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彻底的消灭法轮功的群体。这份报告他就引述曾经有担任过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的领事，同时也是兼负责法轮功问题小组的前中共官员陈用林，他的证词就说早在2000年的时候，中共对法轮功的战争就已经蔓延到了海外，在每一个中共外交使团中都必须要配备至少1名专职的负责镇压法轮功的官员，其任务呢，就是要监视和迫害在该国当地的法轮功的学员。这个陈用林他就说，当时中共仅在澳大利亚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情报搜集和镇压，他就部署了超过1000名特务和线人。而在美国呢，这个数字呢只会多不会少，因为呢，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他的数量甚至是更多的。这份报告它就披露中共的迫害手段是非常多的，大众可能比较熟悉的是说，中共它有利用媒体利用亲共的侨团、留学生组织等等，对法轮功的学员进行一种妖魔化的宣传，以及进行各种各样的攻击抹黑等等。其中呢，还包括想方设法的阻止法轮功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说，在2007年。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的会计师的妻子叫做张继妍的，他呢就叛逃了，在加拿大寻求庇护。然后呢，他就有展示了一份机密的笔记，显示呢，这个大使馆的反法轮功小组是如何的利用侨民和学生，通过寄出请愿书和抗议信的方式，想要来阻止中文新唐人电视台在当地拿到播出的许可证。此外呢，这个报告还提到说，中共它还有一大常用的手段，是冒用法轮功学员去向各国的官员议员等等发送一些带侮辱性质的电子邮件。当然，意图呢就是要嫁祸法轮功的学员了。比如说，在加拿大，议员朱迪斯格洛，他就曾经在2017年的12月，还有议员皮特朱利安，他也曾经在2019年的3月，他们都有收到过这样的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呢，他声称是法轮功学员发送出来的，但是呢，却被调查发现他的 IP 地址呢都是在中国大陆。总之呢，这份报告的内容它其实非常的全面，
其中对华为在全国，就是在世界各国的这些渗透和它的胁迫性的活动，它也有非常深入而全面的揭露了。我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就暂时的聊到这里了。在未来的节目中呢，我们可能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这份报告中那些中共不为人知的肮脏的秘密。好，到最后呢，我们再啰嗦一句，这2天呢，大陆限电停电的这条新闻是突然的爆热了，它的关注度甚至都已经开始赶超了孟晚舟事件。那么这个现象的原因背后也是众说纷纭。当然，最好笑的呢是大陆有不少的自媒体在忽悠大众，说这是中共为了拖垮美帝呢，在下一盘大棋等等。这个限电事件它背后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将在今天晚上新唐人的热点互动的直播节目中作为嘉宾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欢迎朋友们呢继续的关注。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